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正在上演一场逃亡大戏，俄战当局官员疯狂将家属和财产撤出半岛，黑海舰队指挥部也把剩余机构从塞瓦斯托波尔前往新罗西斯克。恐慌的不只是克里米亚，还有莫斯科。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打击没停过，当局却拒绝为居民拉响警报，甚至不愿公布避难所信息，全靠居民自己硬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向卢卡申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白俄罗斯拆掉边境协助俄军的军事装备，否则乌克兰就要亲自动手。卢卡申科还没回应，俄罗斯的动员令已经蠢蠢欲动。伏尔加格勒办起了动员演习，本萨州则直接上街抓人。战争打到这种地步，克里米亚现在是什么情况？俄罗斯还要进行二次动员吗？据乌克兰游击组织阿特什爆料，克里米亚的俄战当局官员和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们，最近这些天跟约好了一样，疯狂把老婆孩子还有那些值钱的家当往俄罗斯本土送。据说这一波撤离狂潮还有一个截止日期，6月21日。这一天之前能跑赶紧跑，过了这一天是死是活就没人管了。多年以来，这群人一直喊着半岛很安全，现在自己先跑了，这种反差比任何情报都更能说明问题。其实这群人还算跑得慢的，早在他们跑路之前，黑海舰队指挥部就在制定计划，要把剩余的管理机构从塞瓦斯托波尔迁到新罗西斯克。能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因为舰队领导层对战争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他们很清楚现在的局势，从5月底他们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炸得灰头土脸之后，乌军对半岛的打击强度只增不减。只要他们还留在半岛，那就是反复挨打的命，谁会愿意天天挨打？所以根本不敢拖延，趁早跑路才是上策。有些军官甚至还没等正式命令下发就先动手了，一边迁移家属，一边处理带不走的财产。总之，所有人目标一致，赶紧离开克里米亚，先往新罗西斯克跑。他们倒是跑了，克里米亚只剩一地烂摊子。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补给线进行反复袭击，连码头也没放过。克里米亚刻赤港的石油码头以及刻赤海峡对岸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高加索港全被无人机光顾了一轮，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克里米亚真的再也卖不出一滴油了。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负责人谢尔盖·阿克香诺夫正式宣布，在6月21日上午9点起，克里米亚的所有加油站全面暂停向个人和企业销售燃油，现金、电子支付、邮票什么的全都不好使，燃料只供应给确保克里米亚运作与安全的政府部门。他自己也知道情况有多危急，但还是一味地呼吁民众冷静，让民众只相信官方信源。但是我们看看克里米亚的情况就知道，他这种安抚到底有多无力。据美联社报道，当地社交媒体上全是求助帖，民众们都在打听哪里还能加到油。有些司机自己从克拉斯达诺尔地区经克里米亚大桥带油过来，但每辆车限带100升，还有一些投机者把油价炒到了市场价的2倍。面对这种情况，谁还能冷静？相信官方这4个字说得好听，克宫一直喊着要解决这件事，但是从5月到现在，在最紧急的1个月里，克宫都没能解决克里米亚的燃料问题，之后他们还能怎么解决？所以那些安抚的话也就只能听听而已。塞瓦斯托波尔倒是还剩一口气，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占领当局出台了一系列临时限制措施，首先就是为期2天的燃油停售，6月22日与23日这2天，塞瓦斯托波尔全面停止向民众出售燃油。然后就是各种公共服务的停摆，公共交通运营时间被压缩到早上5点半到晚上9点，轮渡服务全面暂停，大型购物中心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营业，餐饮场所也只能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8点，取消所有大型户外公共集会。最后就是停电。俄罗斯任命的州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声称，由于塞瓦斯托波尔外部电网过载，可能实施临时停电，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尤其要注意的是，市里不会再开路灯。虽然拉兹沃扎耶夫没有明说，但是能够推出来这一系列措施，说明塞瓦斯托波尔已经开始实施事实上的宵禁政策。可以这样说，克里米亚的燃料危机是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乌克兰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之前放出来的话，克里米亚的2026年旅游季只属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然而克里米亚只是一个开始，这场战争正在把真正的压力推向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乌克兰的远程制裁重锤砸向了莫斯科。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10大炼油厂之一，供应莫斯科燃料市场约40%的份额，还为4座主要机场提供航空燃油。乌克兰早就盯上了这座炼油厂，此前的无人机就光顾过这里，简单一轮打击就让莫斯科炼油厂不得不临时关闭。莫斯科地区的燃油供应也因此受到了不少限制。尽管如此，乌克兰还是没有放过这座炼油厂，几天之内连续2次打击该厂，多个炼油装置储油罐被毁。
炼油厂燃起大火，至少5个独立的火灾点同时燃烧，浓烟滚滚升空，遮蔽了莫斯科东南部的天空。莫斯科炼油厂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停止运营。俄罗斯重启这座炼油厂的奢望算是被打破了。炼油厂一停，莫斯科就遭了殃。先是4座主要机场紧急关闭，超过5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及其子公司还取消了170多个进出莫斯科的航班，还有部分高速公路被迫封闭，城市交通一度中断。交通带来的不便还好说，接下来一段时间，当地居民恐怕要迎来黑色莫斯科了。这个黑色是实打实的黑色。气象数据显示，当时风速约每小时16公里，风向东北，正好把炼油厂燃烧产生的烟尘和油污颗粒吹向了莫斯科的居民区。黑色的油污混着雨水落在汽车上、窗台上、衣服上。然而最离谱的，无人机飞了不知道几个来回，当地居然没拉任何警报。据梅杜莎报道，莫斯科遇到了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但居民没有收到任何预警。他们想要获取什么信息，全靠本地聊天群，群聊里的消息可比电视上通报的多得多。而莫斯科近郊的居民只有在看到无人机飞过头顶或发现损坏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火力军也很好奇莫斯科为什么不拉警报，连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都首次发布了安全警报，为什么俄罗斯还是毫无动作？莫斯科州赫杰利尼集镇的当局是这样解释的：民防避难所的位置不会提前公布，因为只有在动员期间和战时状态下才会告知公众这些消息。至于空袭警报什么的，拉响这个只会助长民众恐慌，所以只有存在直接且经证实的生命威胁时才会拉响警报。面对这些情况，俄罗斯总有很多说辞，而且一个比一个离谱。我们要明确一点，因为普京没有签署动员的终止法令，所以俄罗斯的动员令在法律上从未正式结束。也就是说，俄罗斯目前仍在动员期，而且和乌克兰战争也没结束，所以还在战时状态。再加上乌克兰这一轮攻势都用上了最大规模这种词汇，竟然还不足以让俄罗斯拉响警报，组织居民避难吗？那火力军不得不问一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拉响警报？到底是怎样的威胁才能算作直接且经证实的生命威胁？无人机飞到头顶上不算吗？或许这群人自己也清楚这套说法有多离谱，所以他们干脆把锅甩了出去。拉警报这种活我们不负责啊，那是紧急情况部的事儿。紧急情况部不拉警报，你们当然要去找他们的事儿。俄罗斯这一波操作其实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克宫比谁都清楚，一旦正式承认战争状态，他们精心维护的一切正常的幻象就会彻底崩塌。民众本来就对这场战争感到疲惫，如果他们还没办法粉饰门面，那俄罗斯就完了。因为这就等于是让所有人承认战争真的打到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毫无防范之力。所以他们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不拉警报，不公布避难所位置，让居民自己想办法。反正大家一起闭上眼睛捂住耳朵，战争就不存在了，更不可能影响到莫斯科，一切都没发生过。莫斯科的民众完全可以照常生活。然而他们忘了，现实就是现实，他们的那些话术或许确实能骗到一群人，但是只要俄罗斯人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的生活，就会意识到克宫发动的这场战争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也是乌克兰要的结果。泽连斯基把这轮行动称为远程制裁，表示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回应。他对此的态度相当明显，如果乌克兰在燃烧，那莫斯科也要燃烧。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普京发动了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却是所有普通人。长久以来，克宫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政府发动战争，首都安享太平。现在这种默契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彻底粉碎，火力军只能说，之后的莫斯科恐怕再也不安全了。然而莫斯科人更担心的应该是燃料危机。此前在俄罗斯全境内已经有多地陷入了燃料荒的状态，莫斯科也步上了那些地方的后尘。莫斯科炼油厂停摆的消息一传开，恐慌瞬间点燃了燃料市场。莫斯科部分地区的汽油价格在袭击当天就飙升到了每升90卢布，折合约 1.23美元。最严重的甚至把 AI95 号汽油的价格推到了 94.99 卢布，抢钱都没这么快。而在袭击前，这个数字还只是70卢布左右。面对这场危机，克宫面前摆着两个选择，一个是从其他地区调拨燃料，优先满足莫斯科的需求。这种做法能暂时维持首都和平繁荣的假象，但代价是加速其他地区的燃料短缺。另一个是直接在莫斯科实行配给制，发燃油券，搞限购。这条路等于公开承认燃料短缺，打破战争不影响首都的幻象。克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各大石油零售商已经接连搞起了限购政策。卢克石油每次限加100升，卡特石油限加30升汽油或60升柴油，而且只收现金。俄罗斯石油和巴什石油公司则禁止向油桶出售燃油。
只能直接注入车辆油箱，每车限价90升。而且这些限购政策有相当一部分是全国通用的，而非仅限于莫斯科。所以莫斯科的燃料危机只是俄罗斯全境灾难的一部分而已。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一共83个联邦主体，其中有70个地区面临燃料危机，13个地区出现实际的汽油短缺。全俄近29000个加油站中，至少7000个受到了限购影响。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能源超级大国，向全球客户供应相关产品，现在却不得不通过西部港口从亚洲海运进口汽油，来填补燃料缺口。对俄罗斯来说，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然而，燃料危机只是表象，真正的杀招在通胀。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宣布，国内经济的通胀风险已经显著上升。背后的2大推手是燃料价格暴涨和政府战争开支的疯狂扩张。据彭博社公布的数据，在2026年，克宫需要额外约544亿到680亿美元来维持战争。而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消费者通胀在经历了近1年的持续放缓后，再次开始加速。消费者物价指数从5月底的 5.31% 涨到了6月中旬的 5.63%， 汽油价格涨了 6.6%， 而整体通胀才 5.63%。这种压力锁死了俄罗斯央行的操作空间。莫斯科遭遇袭击后，央行把基准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降到了 14.25%。这已经是俄罗斯连续第9次降息了，但这一次是幅度最小的一次。这个现象也反映了俄罗斯的经济困境。普京想要降息刺激经济，但战争开支像一个无底洞，现在又加上燃料危机，通胀不断往上窜，央行根本不敢松手，所以只能给一个最小幅度的降息，算是对克宫有个交代。但是只要普京一天不结束战争，俄罗斯那群搞经济的官员就永远要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在维持战争的同时还能控制通胀呢？火箭军倒是有个提议，做梦就行了。就在俄罗斯为了燃料发愁的时候，他的小弟白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泽连斯基枪口调转，对白俄罗斯下了最后通牒：给你们7天时间拆除边境上的那些军事设备。泽连斯基指的设备是安装在白俄罗斯边境通信塔上的信号中继器。乌克兰方面记录到，有4座这样的信号中继塔正在被俄军用来校准无人机和导弹对乌克兰领土的打击。卢卡申科嘴上说着不想打仗，他的领土上却架着帮俄军杀人的设备。乌克兰态度就很明确，白俄罗斯必须拆除这些设备，你们不拆，我们就自己拆。这种表态无异于战争警告，因为泽连斯基也没办法。此前乌克兰通过非公开渠道多次向白俄罗斯传达了这一要求，然而都没得到什么回应。既然私下说了不管用，那就公开说，而且带着截止日期，就1周时间，要么白俄罗斯动，要么乌克兰动。此外，泽连斯基还要求白俄罗斯停止向俄军供应石油产品，原因也很简单：2026年1月至5月，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汽油供应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13倍，柴油供应量增长了3倍。有白俄罗斯这个加油站在，乌克兰打击力度再狠，俄罗斯总能多撑一段时间，所以乌克兰必须想办法断了白俄罗斯的支援。不过白俄罗斯至今没有回应，也不好回应，因为卢卡申科的选择并不多。拆设备等于公开打脸普京，承认白俄罗斯一直在帮俄罗斯打仗，承认他们怕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不拆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来说，拆几个边境中继器不算什么难事儿，而且乌克兰的理由完全是正当的，根本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点。所以卢卡申科很尴尬，摆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拆不拆的问题，而是俄罗斯和乌克兰2选1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保持沉默反而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他既不能得罪普京，也不想和乌克兰闹得太僵。他的沉默其实已经给了乌克兰答案，毕竟沉默也是一种回应。如果乌克兰亲自动手成功拆除了相关设备，可能卢卡申科还会松一口气，总算不用再做送命题了。乌克兰如愿以偿，而他也对普京有了一个交代，反正不管怎样都是乌克兰干的，和他无关。无独有偶，他的大哥普京也正面临一道送命题，到底要不要进行2次动员？顶层老大的纠结直接影响了下面的行动。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在伏尔日斯基等地，俄罗斯总统特别计划总局主持了一场针对官员的大规模动员程序培训演习，参与人员共17人，分别来自南部各联邦区以及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在演习中，参与者搭建了动员公民初步集合点、传票递送区、装备接收与移交点以及警戒协调训练总部，全是实战级别的配置。最好玩的是，伏尔日斯基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演习的相关视频，然后就秒删了，删除原因未明。其实不用他们解释，很多朋友也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儿不能让人看见。一旦民众看到政府在认认真真演练怎么搞动员，2022年那种恐慌就会重新席卷全国，支持率暴跌，民众争相逃离。这些记忆克宫应该历历在目，所以他们的操作就是口头练，练完就当没发生过。
比起伏尔加格勒，本萨就干脆多了，直接上手抓人。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安全部队和征兵官员正在本萨多个城市进行街头突袭，他们联合设立检查站，拦截车辆和公共交通，检查军事登记文件。有人被当场带走，事后声称自己被迫签署了军事合同。紧接着，俄罗斯官员又出来找补了，一个说这些全是摆拍，什么突袭不存在的；一个又说突袭确实存在，但是我们只是抓逃兵役的人，还有那些没登记的刚入籍的人，其他人完全不用担心。这种割裂操作也就俄罗斯干得出来了。不过克宫现在搞出来的这些动作，充分证明了一件事：动员令就在路上，只是克宫不敢在明面上说出来而已。火力军只能说这场仗应该还有的打。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什么时候会进行2次动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